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上周五，我用我哥的名字在网上挂号，然后去看了医生。有的网友于是呢就给我扣帽子，说我冒名顶替违法了等等。我觉得说违法有点夸张了。虽然冒名顶替可能不对啊，这点我承认。我没有盗用他的那个社保卡，所以呢不存在骗保的现象。而且这钱是我自己掏的10块钱，所以对这种指控啊，我是不能接受的。其实我那天用我哥的名字挂号去看医生，是想有第一手资料，就想知道我已经几十年没有在中国去看医生了，那么现在去看医生到底是怎么样的经历呢？然后我把这个经历呢反馈给大家，特别是反馈给我们国家大城市的人啊，或者是海外的华人，他们对我们大陆，特别是对大陆边远地区的情况不太了解，这些人主要是这个。我这次回国已经1个多月了，到现在为止与上次回国刚刚相差半年左右时间。我来谈谈我的感受吧。先说好的方面，像在我们这种18线小县城，或者是我们中国广西这种农村地区，可以说是经济比较欠发达地区，我觉得半年之后还是有区别的。最明显的区别，那就是在我们农村地区，这个电动汽车是电动汽车啊，不是那种电动摩托车，要比半年前，我没有统计数字啊，我觉得肉眼所见，大概增加了1倍左右。也就是说，原来是50辆，现在大概100辆这样。这是我自己用眼睛可以看见这种变化。我不知道其他的网友在全国各地的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啊？这是我在我们农村地区的感受。确实，这次回来啊，我在路上，在我们农村的路上，就看得见越来越多绿牌的电动汽车。像我们广西的那个品牌50啊，我们这里啊，工程这里确实蛮多人开的。除了50之外，比较多是宝骏，好像宝骏也是属于50的吧。然后第二多，我觉得就比亚迪了。比如说它比较实惠那款，可能就是人民币8万块钱左右，然后就是10万块钱左右的也比较多，在我们这种地方。我发现第3款，我的肉眼所见啊，我认为是广汽 ION 那个牌子吧，应该是这样念的吧。所以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，就是在中国农村地区，不仅汽车进入了家庭，而且现在呢，越来越多电动汽车也进入家庭了，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变。我转动一下这个摄像头啊，把镜头拉近，大家看到了吗？那山上冒烟。我发现这一段时间来，那个山上都冒烟。说来说去，应该这些年头没有人在山上烧炭了，也不准砍伐森林了。等一下，可能我跟林业部门联系一下，告诉他们这里那个山上冒烟，应该没有人纵火吧？我能想象，就是因为现在还是清明期间嘛，清明过后不久，估计呢可能有人呢在那里葬了什么坟啊。然后要举行仪式，可能吧。第二点就是，可能因为房地产比较疲软，或者说房地产下行，我们这里，比如说今年的房地产价格与去年就稍微下降。另外，就是有价无市，虽然在网上挂着二手房或者是清水房，但是真正成交的比较少。我观察我们本地房产，有的人想卖他的清水房，挂了2、3年。价格呢稍微降了一点，但是呢一直没有卖出，就表明啊现在这房地产大家都处在观望状态。另外，像我们这个小县城啊，我觉得现在很难消化这些新建的房子，因为过去5、6年来盖的房子太多了，所以大概疫情过后的1、2年，这个房地产就不行了，根本就卖不出去。县城就那么大，或者这整个县人就那么多。人口普查显示，我们这个县大概是24万人左右，整个县啊，就包括山区里面的人。县城本身可能就是3、4万、4、5万，我估计是这样。但是有很多很多的楼盘，大概有5、6个、7、8个，多的一个楼盘可能几百套、上千套都有可能，少的可能就几十套，平均大概一套能够住3到4个人。因为我们中国人房子其实都很大一套。所以我觉得啊，中国人其实居住面积还是比较宽敞的。刚才说了城市或者县城，我们农村就更不用说了啊。农村大家可见的一栋一栋的房子，绝对是一户一栋，没有2家人合起来建的。
或者说极少，反正在我们工程，我可以说几乎没有两家人合起来建房子，都是自己建自己的啊。也就是说独门独户，这是我们这里的习惯。而且我们这里一般都是盖3层，甚至有的3层半、4层，2层的人都是少数。那如果是3层，居住面积起码有300到500左右平米啊。房地产不行了，那政府的财政也不行了，所以在我们这里啊，有些单位它只能发固定工资、生活费，这是一部分人啊。对大部分人来说，这个经济形势没有什么恶化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转。反正这几年啊，全世界经济形势都这样，大环境非常的不容易。所以呢，中国并不是例外。在我们这种小地方，我发现整个物价相对来说都很平稳。因为我每年都回来1-2次，每次回来都待很久，所以呢，我能够观察。平时呢，也没有听见哪个老百姓抱怨这物价上涨怎么样。反正大家对生活相对啊还是满意的。另外这次回来，因为是春天，所以呢到处都非常非常绿。而我上次回呢是秋天到初冬了，那时是枯萎的季节，到处都绿。真的放眼所见啊，我觉得我们工程这里啊，森林覆盖率应该能够达到99%吧。我没有见到裸露的土地啊，全是绿色的，除了这路啊、房子之外，其他都是绿色。即使你没有种树，那全部都是草。所以啊，我们这里我觉得生态是比较好的。那负氧离子它的含量肯定也非常的高，但并不是说这个社会就完美了啊，也有问题。比如说，我想到是2个比较大的问题。第一个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越小的地方开车，我用那个野蛮那个词吧，打引号啊，就是特别的乱，在路上或者在城市里，什么车都有。自行车现在越来越少了，但是有非常多的电动摩托车，对吧？还有机动的摩托，机动摩托是比例很小的，也就是台湾的机车。另外呢，还有那种老年乐，有的朋友不知道老年乐是什么。就是老年人开的那种电动汽车，它有3轮的，也有4轮的，统称老年乐。这个老年乐呢，受到很多人吐槽，因为在中国开老年乐这些人呢，一般都是老年人、老年妇女啊，或是老爷爷他们呢，他们这帮人，他是从泥腿子上来，改革开放之后，可能生活好一点，就买了自行车，然后他们就变老了。突然他们的子女或者他们自己有点退休金了，存了钱，然后帮他们买了老年乐这种电动汽车。他们也是汽车啊，因为有4个轮子或者3个轮子，只不过他们速度比较慢一些，因为当年没有开过车，所以呢，大部分这些老年人他们没有交通这意识，不懂得交通规则，所以特别混乱。比如说有的老年人，他的老年乐速度很慢，可是他因为开在路中间啊，挡住了后面一大堆的车，他也不知道让。因为按理说他这种老年乐应该这是贴着这个路边开的啊，但是这些人他不这样考虑啊，没有同理心，也不懂得交通规则。另外电动摩托车简直像蚂蚁，有的时候多了，或者有的人，我这里没有性别歧视啊，特别我发现了有些女性啊，她开着电动摩托车，然后也是慢吞吞的，也在差不多路中间开，后面人家摁喇叭了，她也没有反应。还有另外一个我想吐槽的就是普通的汽车司机，不管是电动汽车还是燃油车的司机，也可能中国交通规则与德国不太一样，或者驾校的老师就告诉学员应该是这样开的。比如说一个路口啊，举个例子吧，左转弯的，一般来说啊，很多人见到那个他的那个左边那个道没有车，他就直接开到很左边去，然后就拐出去了。而且在路口我发现很多人不左右环顾，而且看到可能比如说左边有个车来了100米左右，我想拐出去，然后这个司机也就是我就立即拐出去了，就是没有我们交通法呼吁的宁停3分不抢1秒，根本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我发现啊，中国人与比如说德国啊、欧美国家，甚至呢一些非洲的穷国或者是古巴这种国家相比，中国人开车非常没有耐心，不懂得比如说在路口
要等待，要左顾右盼。比如说，明明知道我左边有一辆车，可能在50米了，这个人呢，这个司机硬要开出去。其实很多车的事故是可以避免的。中国交通事故多，其实我认为啊，与这司机没有耐性有非常大的关系。就是在路口的时候，大家互相抢道。另外，我观察到，在城市里面很多堵车，就是因为大家互不相让，不遵守交通规则。这点我非常诟病啊！我不是贬低咱们中国人，我们确实啊，在交通规则遵守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。其实很多在高速公路上面堵车的现象，在城市里面堵车的现象，本可以避免，就是因为大家互相抢道，没有同理心，不体谅别人，自私，所以才导致了堵车。另外，我还发现，高速公路上如果堵车的话，那个紧急停车道也不少人乱开啊，敢开过去啊。其实这是违反交通法的，对不对？交通法是禁止这样做的，可是仍有不少人这样做。中国应该鼓励举报吧？如果碰到这样的人，我真的希望大家把他们这个车牌拍下来，然后举报。我觉得交管部门应该制定一个奖惩措施，就是说举报的人只要举报成功，要给他们奖励。只有这样，我觉得才能杜绝。我觉得相对来说啊，德国人的开车还是比较讲公德的。以前去过德国旅游的人，或者今后想去德国旅游的朋友们啊，大家仔细观察，在德国，比如说城市里或者村镇里，他们开车与在中国开车速度相比是比较快的。但是即使这样，那里极少发生交通事故。那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大家都互相遵守这个交通规则。另外一个呢，那里的电动摩托车老人乐几乎没有，所以这也是个原因。当然，我认为啊，首要的是他们更遵守交通规则。在德国高速公路上，有一半的高速公路不限速。德国高速公路上也有非常多的那个卡车。一般来说，我不能说全部情况啊，那些货车司机很少有一直走左边的那个道的现象。那左边是超车道，一般是他超了车之后又往右了。所以在德国高速公路啊，我认为啊，卡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遵守这个规则的啊。所以在高速公路上，其实大部分司机可以开得比较通畅，而且速度非常的快。所以呢，过去呢有我的中国朋友，或者是过去出差的我原来的中国同事，他们都异口同声的说啊，你们在德国开车太快了，德国人开车疯了，不要命。我们开车，我虽然开得不是特别快的啊，好多人在不限速的地方，唰一下就超过我，唰一下就超过我了。所以呢，我的那些中国过去的朋友啊，就特别的惊恐，他们说这人不要命了，开那么快干嘛呀？因为在不限速的地方啊，在德国经常有人开时速200，甚至250都有。因为我有的时候开160、170，我就感觉其实不慢了，但是他们呢，唰一下就过去了，就说明他们的速度起码要比我快，可能好几十公里每小时呢。另外一个现象，我不得不说，虽然我们这里的乡村非常的干净，与国外很多国家相比，确实非常干净，但是绝对有改善的空间。主要是我们这里的垃圾收集以及处理，我觉得还是一个大的问题。像我们农村地区，垃圾的收集，我觉得还是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。我没有去过垃圾场，但是据我所知，我们这里呢没有技术比较高等级那种垃圾焚烧炉、高科技那种垃圾处理站。说实话，就是还是比较原始那种焚烧的状态，或者填埋，我不知道啊。而且我们这农村没有垃圾分类，目前还没有。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，而且非常严重的问题是，我发现剧毒的、对人类、对环境污染极大的东西没有回收，或者政府呢没有对公民实施很多的教育。比如说这个废旧电池，比如说你手机电池啊，光是一些遥控器，你看就有多少废旧的电池，对吧？这些废旧电池，它对土壤的污染、对饮水的污染是非常严重的。但是目前确实还没有统一的日常生活这种废旧电池回收系统，而在德国这点就做得好得多。比如说，在德国所有的商场还有超市，绝对有一个回收废旧电池的盒子，你可以免费把废旧电池丢进那里去。
他们统一回收。我觉得这一点中国真的可以做，因为没有增加成本。也许政府意识到了，没有好好推广。我希望呢，这一点今后能够推广。而且我也希望呢，看咱们频道的朋友们，如果看到之后，如果你们当地还没有这种回收的，那请给当地的有关部门反映一下。我相信他们绝对会非常虚心接受，然后去实施的。因为这环境要靠你我他，对吧？不能光靠政府，也要靠我们每个村民、每个公民。另外一点还是垃圾问题。我发现我们公民的素质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提高的，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。比如说我们农村地区，就还有不少人乱丢垃圾、乱倒垃圾，没有公德心。比如说在河边，或者在一个那个坟墓的旁边，他就倾倒一些建筑垃圾，甚至有些生活垃圾也乱丢。上次在桂林市啊，我发现有一家人，他们开车经过我的旁边，那个家长他喝着牛奶，小包的，大概250到300毫升一包那种，当饮料喝。喝完之后，他就直接把这个牛奶盒把它丢出来了，丢到路上。我特别的气愤，可是当时离我太远了，否则我肯定把他们拦下来。他的车里还坐着小孩，这就是素质问题啊，对吧？所以全民素质的提高，包括有的人随便丢垃圾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刚才就是我给大家说的，这次回来和半年前相比，有改观的地方，有变化的地方，以及还存在的某些问题。接下来，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今天经历的事情啊，非常有趣啊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前段时间，大概前10天左右吧，不是买了一辆新的电动自行车，对吧？电动摩托车。昨天我发现那个轮胎没气了，真的一点气都没有了，就不能骑了。我就想，是不是那个轮胎它本身质量出了问题呢？然后就没气了，漏气了，对吧？哥就帮我看一下，找到问题了，发现呢，那个轮胎进了一颗大概有6-7公分的，6公分左右吧，一颗铁钉，而且挺大的，挺粗的，戳穿了，所以这个轮胎漏气了。我在网上查找了一下资料，撇的轮胎绝对不能骑，否则这个轮胎的钢圈会坏，所以我就不敢骑。然后呢，今天早上我起来跟上次卖我车的老板联系，我说我的车胎没气了，我也开不走，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那个老板首先询问了一下这个车的情况，这个胎的情况啊，然后他说，那我就现在立即到你家去吧。当时早上7点都不到，当时我就想，哎呀，老板那感情好啊。然后呢，我就在屋外等他，他大概10分钟之后就到我家了，当时还不到7点钟。他帮我看了看轮胎，确实啊是一颗大大的铁钉陷进去了，所以导致轮胎漏气。按理说这肯定不是质保的问题，对吧？是我自己啊骑车，或者是我家人骑车，不知骑到什么地方，然后被戳了，那没办法，算我倒霉，对吧？但是就凭他这点，大清早的我向他反映，然后他的响应呢特别的及时，可以说是立即响应，我就觉得这样的老板真的不错。他带了一个充气设备过来，给我往里面充气了，但是我们俩都听得见，那个气呢立即就漏出来了。所以他说，那这样吧，他也是骑电瓶车过来的，从县城到我们这里大概就是6-7公里。然后他就说，那就这样吧，你骑我的电瓶车到县城，我骑你的车，现在马上返回去。然后他说，我把这个充气的一起搬到你这个车去，我开你的车回去。他说我一路充气，我一路开回去，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案。他说你吃过早饭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开车到县城，然后呢我帮你修好。我听到这样之后，我真的非常高兴，因为我现在是寸步难行，没那个车啊。而他呢，大清早的亲自从县城下来，补胎发现有点像辣条啊，是吧？啊，要这样塞进去，这是真空胎。它有点像橡胶一样，对吧？这个东西，希望不会漏气了啊，应该不会了啊。现在打气，现在打气，大家看这视频就知道，
可能那个洞啊太大了，所以虽然补了，但是一充气之后，因为的压力嘛，所以那个气呢也听得见嘘嘘嘘嘘嘘的声音，在漏气。所以当时呢，我就立即做出了这样的决定，比较大胆，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啊。我说老板，即使补好了，我心里肯定很忐忑，会担心如果长途开到某个地方，在中途又漏气了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怎么办呢？那不是害得我半死吗？所以我说啊，老板，咱们不要补了，你直接给我换一个新的轮胎吧，到时我给钱给你就可以了。因为我担心啊，他可能是想帮我补好，不收我的钱。其实我无所谓，因为是我自己的错啊。我当时根本就没想质保什么什么东西，因为这根本不属于质保范围，所以我就直接告诉他：“你帮我换一个新的轮胎吧。”我问他有轮胎吗？他说有，然后他就直接拿个新的轮胎，立即帮我换一个新的轮胎。补不了，因为这个口子太大了，那个钉子太大了。所以换一个吧。老板帮我拿了一个新的胎来换上，这样比较安全一些。跟总跟胎内胎和外胎是在一起的嘛，是吧？只有一个胎了嘛。哦。所以叫真空胎，内外胎一起的，一体，这样一接进去就可以了。老板娘现在也把车推出来。这样就可以了。等一下打气。哎呦！它是靠这个气泵出来的。啊。那是刹车的用的嘛，噻，那弹簧。大概从我到那个地方，到他帮我换好，前后最多15分钟，甚至10分钟，就解决问题了，效率也是非常非常的高，对吧？最后我问他多少钱，他说叫我付90块，换一个这样的新的轮胎。我相信那个轮胎的成本可能也要50块左右吧，甚至更多。它是真空胎啊，但是即使是50块或者100块，我都觉得不贵。所以我听到他说90块，考虑到他大清早的开着车，响应时间特别的短，到我家去了，想帮我解决问题，就凭这种态度，我就特别感动。他还帮我弄一个新的轮胎，花了他的时间。所以我当时立即说，为了给你一个吉利，我说我给你99块9毛8，因为我们南方人特别喜欢这种868这种数字，168也喜欢，888也喜欢，98也喜欢，所以呢，我就直接给他99块9毛8，他特别的高兴。我说也祝你生意兴隆，因为我觉得人家这样那么热心的帮我解决问题，又是我的错，对吧？100块钱真的也不贵啊。因为我是从德国回来的，所以我一般会自动的把中国的物价跟德国那边可能的物价进行比较。假如啊，在德国真的换一个这样新的轮胎，起码要50到100欧元左右吧，连工时费绝对需要。我觉得更有可能是100欧元，甚至可能不是当时就可以帮我换好，
可能要等2天3天也不一定在德国，而他呢立即帮我换好了，10分钟之内我就可以直接坐着回家了，一个新的轮胎。所以像这种服务，我觉得在中国非常的及时高效。这点呢，在很多国家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比不了，比不了就是比不了。我说的是实话，并不是说我一味的夸中国的好的地方啊，有一就说一。像这些啊，中国这服务啊，又及时，价格又不高，帮解决问题了，皆大欢喜。好，朋友们，本期节目我就想跟大家说说这次回来和半年前我当时回中国的时候，我觉得有哪些变化，或者继续存在哪些问题，以及今天呢，我自己的电动摩托车，我的轮胎被钉子砸了，没气了，马上就得到了一个新的轮胎，而且价格还是挺优惠的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历啊。好的，朋友们，那今天咱们先到这里，拜拜。